第4课，科学时代还需要上帝吗？试想一个画面，你早上醒来，语音助理已经自动帮你煮好咖啡，冷气早在你还没睁眼前就已经设定成最舒适的温度。你开电动车上班，沿路由 AI 自动驾驶，你只需闭目养神。午餐用手机点餐，远距开会，资料自动分析。晚上回家还能躺着让 ChatGPT 帮你写报告。你心想，太棒了，科技真的解放了我们的生活。但突然你静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真的更快乐了吗？我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了吗？我们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时代，但也同时活在一个焦虑、孤单，甚至忧郁爆表的时代。难道科技还不够吗？这个时代真的还需要上帝吗？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科学伟大极了，我们可以透过它治病延命，医疗科技、预测气象、气候模型、模拟宇宙、天文物理、创造虚拟世界、元宇宙、AI。 但有没有发现，越是进步，我们问的问题却越原始。我为什么活着？死亡之后还有什么？我怎么知道我所做的真的是对的？有人真的了解我、接纳我、爱我吗？这些问题科学回答不了，因为科学是工具，不是终极答案。它告诉我们怎么做，却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做。矽谷是现代科技信仰的圣殿， Google、Apple、特斯拉、OpenAI 创新从这里爆发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越来越多科技人在矽谷里信了耶稣。例如斯坦福 AI 工程师 Max， 他曾深信只要 AI 足够进化，人类将不再需要宗教。但在一次心理崩溃的过程中，他发现再多的大数据也分析不出人心的伤口。他说， AI 可以理解语言，但无法理解爱。当我开始读圣经，认识耶稣，我才知道神不是程式码，而是关系。 Google 员工 Maria，他在事业成功、收入亮眼的情况下，却陷入情绪焦虑。一次偶然被同事邀请去教会，他听到一句话深深触动：神不只创造宇宙，也关心你生命中每个不为人知的角落。他说，那一刻我终于明白，不是我需要一套更强的生产力系统，而是我需要一位愿意拥抱我软弱的神。科学是怎么来的？原来最早的动力是信仰。你知道吗？近代科学的起源其实跟信仰密不可分。牛顿，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者，是虔诚基督徒。他说，宇宙如此有秩序，正显示背后有一位设计者。开普勒，天文学家，他说，我在做科学，只是想思想神的思想。巴斯德，微生物学与疫苗的先驱，也坚信创造的上帝。原来最早的科学家们相信宇宙有秩序，因为他们相信创造宇宙的神本身是有秩序的。换句话说，信仰不是科学的敌人，而是它的起点。为什么在科学时代我们更需要上帝？一，因为人不是机器，
而是有灵魂的存在。你可以用机器学习，让 AI 学会下棋，但你无法让它理解什么是希望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原谅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不在于计算能力，而在于灵魂深处的感受。这正是圣经所说的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2，因为科技无法拯救灵魂，科技可以延长生命，但不能让你不怕死。科技可以让你接通万物，却无法填满心灵孤单。科技可以建造太空船，却无法搭你回到天家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马太福音16章26节。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的技术，却还是需要一位能给我们永恒盼望的神。3，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知识，还有关系。你可以用 Google 找到一切知识，但当你心碎的时候，你需要的不是资讯，而是一个拥抱。神透过耶稣来到世上，不是给我们一套理论，而是邀请我们走进一段真实的爱的关系。信耶稣不是要你把脑袋放在门口，而是让你的理性与信仰同行。科学帮你认识世界的运作，信仰帮你认识创造这一切的神。科学回答这世界怎么运作，信仰回答你为什么在这世界里。如同约翰列侬说，人不是活着为了解释世界，而是为了被爱。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